西欧遭遇天然气危机，德国取暖费暴涨，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美国面对盟友有难又是怎么做的？随着冬日的气温逐渐下跌，欧洲人最不愿见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之一亚马尔欧洲天然气供应量降至0，这意味着来自德国东面方向的输气完全陷入了停滞。此次对于欧洲的天然气断供，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道，这并不是政治行为，而且与目前被叫停审核的俄欧另一条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项目无关，并在随后进一步解释道，俄罗斯方面此次将管道的供气量降至0，完全是商业行为。具体理由可以询问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严冬之际，突然遭遇天然气断供，欧洲方面自然恼羞成怒。虽然此次断供的亚马尔欧洲管道只是众多俄罗斯往欧洲输气的天然气管道之一，但欧洲地区已经承担不起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欧洲能源危机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欧洲能源危机问题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欧洲因为地理环境限制，一直缺乏化石燃料和优质的能源，这也是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上一次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大涨时，欧洲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北海油田，但同时这也是不幸，欧洲只有北海油田这一个能源产出，现在已经开采的差不多了，所以一直以来欧洲都非常依赖俄罗斯多条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也是欧洲天然气最大的供应国，按理来说，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有7条之多，光俄罗斯每年经过乌克兰转输欧洲的天然气就高达1200亿立方米，加上欧洲各国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可再生新能源，欧洲还是能保持着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的。而欧洲天然气紧缺的起源就要追溯到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严重打击了全球天然气市场。市场上的天然气供过于求，导致能源价格暴跌，能源企业自然不会坐等破产，立马收缩产能，特别是减少勘探和开发新的天然井。2021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又导致了能源需求的增加，变为了供小于求，这一波反弹可谓是致命的。由于缺少俄罗斯方面供应，欧盟只能紧急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但美国人的坐地起价直接导致了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到21号，欧洲天然气价格自10月初以来首次超过了每千立方米1800美元，这不是欧洲天然气的首次涨价。今年1年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暴涨到原来的10倍多，而且目前也未见颓势。有网友粗略计算了一下，3月份德国天然气价格平均每立方米相当于5元人民币，到今天就相当于50元人民币。如果按一个家庭100平米面积用1个月天然气取暖的话，德国人1个月取暖费用就高达4万人民币，而这个价格放在其他西欧国家也差不多。尽管德国人均 GDP 高，但也难扛过如此之高的取暖费用。于是也有专家警告，如果再不控制天然气价格，光这个冬天在德国就有100万人面临着冻死的风险。今天西欧寒冬加上天然气价格暴涨，已经是雪上加霜了。当然说其中没有政治因素掺和是不可能的。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执政进入末期，德国各党派为争夺权力又开始进行较量，而美国趁机笼络了不少德国政客，这使得在默克尔时期，俄罗斯与德国相对平衡的政策受到波及。比如在不久前，就有德国官员称要重新审视北溪2号的合法性，甚至提出要制裁俄罗斯。另外，德国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针对俄罗斯也不是1天2天的了。然而讽刺的是，目前能够缓解欧洲燃眉之急的就只有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5家欧洲公司的合作项目。对于欧洲而言，北溪2号管道的优势在于它绕过了东欧，通过波罗的海直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这条线路仅从里程上来说，较之于途经乌克兰的输气管道，能节省近2000公里的，一旦全线通气，可以为欧洲地区国家每年额外提供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可以很大程度上的解决欧洲天然气紧缺的问题。但北溪2号管道的修建虽然基本已经完成，但由于德国方面的不确定性，
加上美国从中作梗，使得这条管道依旧无法正常使用。美国之所以要破坏北溪2号，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矛盾。从美国开始对页岩气资源的研究，到美国成为世界唯一实现页岩气大规模商业性开采国家后，美国无时无刻不想着改变天然气大举进口的局面，转而成为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在近几年时间，美国都把推销天然气当作重点，但由于欧洲天然气长期依赖俄罗斯，美国天然气在欧洲的销量并不好。欧洲有着十分发达的天然气管道系统，尤其是俄罗斯的天然气通过发达的管道运输畅通无阻，成本低廉。相比之下，欧洲跟美国隔着个北大西洋，运输成本上就不划算，价格又贵，自然不会考虑。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可受不了这委屈，如果任由俄罗斯继续扩大优势，美国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进入欧盟市场，中国市场基本已经不用考虑了。欧盟市场再丢，世界霸主去哪里赚能源上的钱？所以无论如何，美国都要阻止俄罗斯向欧盟出口更多的天然气。对于美国的制裁，原本欧洲是反对的。2020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施特拉尔松市发表讲话称，德国支持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造工作，并认为美国的制裁是不可接受的。之后，美国又以制裁为由，先后要求一批企业和个人停止参与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并在今年1月份对俄罗斯企业以及福管船福尔图纳号实施制裁。然后就是更魔幻的事情发生了。在今年1月份，欧洲会议在最后一天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欧盟立即同俄罗斯停止有争议的北溪2号项目的建设，认为这条管道一旦贯通，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会大大加深，俄罗斯也可以借此卡欧洲国家的脖子。最后，本来原计划年底通气的北溪2号，在最后时刻也卡在了德国监管机构的审核环节。德国新政府并未就正式暂停该管道的运作给出表态，这又是为什么呢？北溪2号管道的建设，德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现在要通气了，又故意卡在审核环节，只能说太魔幻了。如今德国大选刚刚结束，新一届的内阁政府即将组建，绿党上位，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俄罗斯断供欧洲天然气的前一周，德国新政府就驱逐了2名俄罗斯外交官，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是欧美真的能当普京是软柿子？在国家的博弈下，是欧洲人民在没有天然气的情况下挨冷受冻。而如果非要用卡脖子做比喻的话，恐怕欧洲能源的脖子早已扼于他人手中。